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夜晚降临，美国的大地陷入一片幽暗，街灯在雾气中显得微弱，树影摇曳，像是一双双看不见的手，试图抓住每个经过的行人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总有一些地方与故事相连，无论是静谧的小镇、荒凉的公路，还是城市边缘的森林，都藏着无数流传已久的传说。有人说，这些传说是为了吓唬胆小的人，也有人说，它们是历史的残影，记录着某些已被遗忘的罪恶。但更多的人相信，这些故事从未消失，它们只是等待着合适的时机，等待着某个不幸的闯入者成为他们的新篇章。你或许听过他们的名字：布鲁克林大桥的幽灵哭声，黑眼孩童的冰冷凝视，还有那深夜森林里的半人半羊。但你未曾见过他们真正的模样，未曾感受过他们带来的寒意与恐惧。今天，我将为你揭开他们的面纱，讲述那些隐藏在美国黑暗角落的都市传说。但在故事开始之前，请记住，有些传说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的真实，而是你无法分辨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界限。布鲁克林大桥在夜晚的灯光下散发出一种神秘的威严，灯光将桥面与高大的钢缆勾勒得清晰却又遥远，仿佛它不仅仅是一座连接曼哈顿与布鲁克林的建筑，更是一条通往未知的通道。无数人在这座桥上经历过日常与非凡，但少有人知道，这座桥还有另一面，一个充满悲伤与诡异的传说，一个即便在深夜也能让人感到压抑的故事。19世纪，布鲁克林大桥的建造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耗时14年，成为当时的技术奇迹。然而，它的历史中充满了痛苦与牺牲。在建造的过程中，事故频发，超过27名工人因各种原因丧生。他们的死亡，有些是因桥墩的倒塌，有些是因吊索的突然断裂，更有人被困在混凝土中，无法逃脱。传言说，这些无法安息的灵魂至今仍徘徊在桥上。多年以来，布鲁克林大桥的灵异传说层出不穷。深夜独行的行人总能听到桥面下传来隐约的哭声，像是有人在低声啜泣，带着无法形容的哀怨。有些人声称，他们在浓雾笼罩的夜里看到过身穿旧式工人服的身影伫立在桥边，低头望着河面，却总是在靠近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某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桥上的异象更是显得格外清晰。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深夜，东河的水面漆黑一片，只有偶尔经过的车辆带来些许光亮。一名独行者决定步行穿越桥梁。当他踏上桥面时，耳边除了冷风的呼啸，再无其他声音。然而，当他走到桥的中央时，一种奇异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。四周的空气突然变得异常冰冷，仿佛整座桥与世界隔绝，只剩下他与某种无形的存在。随着他继续向前，耳边隐约响起了一声低沉的啜泣，像是一个人极力压抑着悲痛。他停下脚步，环顾四周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哭声似乎是从桥下传来的，但当他靠近栏杆向下张望时，黑暗的水面一片寂静，什么都没有。惊慌的他想快步离开，但哭声却越来越近，像是跟随着他的步伐，与他之间的距离从未改变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肩膀被什么东西轻轻拍了一下。他猛地转身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桥上的灯光在这一刻闪烁了一下，随后便恢复正常。他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，冷汗顺着额头滑下。他再一次环视四周，想确认是否有人跟着他，但桥上除了他自己，什么也没有。而就在下一秒，他的视线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立在桥的另一端。那是一个穿着旧式工人服的男子，低着头，似乎在喃喃自语。男子的身影看起来极不真实，像是被雾气包裹，边缘模糊而晦暗。那一瞬间，
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关于这座桥的所有灵异传闻。那些传闻里经常提到，在桥上建造期间死去的工人会出现在深夜，向行人寻求帮助，却从未有人能真正靠近他们。他想着要不要喊话，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根本发不出声音。就在他犹豫的片刻，那个身影慢慢抬起了头。透过昏黄的灯光，他隐约看到男子苍白的脸上没有五官，只有一张光滑的皮肤。这诡异的一幕让他几乎失去了站立的力量，他颤抖着往后退，想要离开这座桥。但无论他怎么移动脚步，似乎都无法真正远离那个身影。桥上的风声越来越大，哭声在他的耳边变得如雷鸣般清晰，仿佛有无数人在同时啜泣。他无法忍受这种压迫感，最终拔腿狂奔，直奔桥的尽头。当他跑到桥尾，重新踏上城市的地面时，那些声音戛然而止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只有他的心跳声仍在耳边回荡，提醒着他刚刚经历的一切并非幻觉。布鲁克林大桥至今仍然车水马龙，每天都有无数人经过。但那些关于啜泣声与模糊身影的传闻从未真正消失。无论是因为当年工人的冤魂，还是这座桥本身背负着的过重历史，这些异象似乎注定会伴随着它，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谜团。而那些胆敢在深夜独自踏上大桥的人，或许也会成为下一个目击者。黑眼孩童的传说在美国流传甚广，无论是在偏僻的小镇，还是大城市的郊区，人们总是谈论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遭遇。这些故事通常有一个共通点，一群外貌诡异的孩童在深夜敲响你的门或车窗，祈求进入你的家中。而他们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灾难的降临。一个叫凯文的男子曾经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秋日的深夜，当时凯文刚从朋友的聚会上回家。他的家位于城外一片安静的郊区，四周的住户稀少，夜晚总是寂静无声。那天天气格外冷，雾气在路灯下凝聚成了一片朦胧的光晕。凯文开着车沿着笔直的道路行驶，车内播放着低声的音乐，他疲惫不堪，只想赶快回到家里休息。当他转入自己住处附近的那条小路时，突然间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前方。他猛踩刹车，车子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勉强停在了距离那个身影几米远的地方。凯文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试图看清眼前的是什么。透过车灯，他看到两个孩童站在路中央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他们都穿着显得有些过时的衣服，像是几十年前的款式，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，身体僵直的诡异。凯文摇下车窗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需要帮助吗？”两个孩子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低着头。过了一会儿，男孩慢慢抬起头，对凯文说：“先生，可以让我们进去吗？我们需要帮助。”他的声音低沉而冰冷，和他看上去稚嫩的外表极不相符。凯文感到一股寒意窜上脊背，他本能地想拒绝，但同时又感到有些不忍，毕竟眼前是两个孩子，看上去不过7、8岁的模样。他刚准备答应，却在下一刻注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当那男孩抬起头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对方的眼睛，或者说那根本不是普通人的眼睛。那双眼睛完全漆黑，没有瞳孔，也没有眼白，像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恐惧。凯文愣在原地，几秒钟后才回过神来。他强忍着内心的恐惧，立刻摇上车窗，同时启动车子。他想离开这里，但那两个孩子突然走上前，敲响了车窗。敲击声响起的瞬间，车内的收音机发出了刺耳的杂音，车灯也闪烁起来，仿佛电力系统突然失灵。先生，请让我们进去，男孩再次开口，这一次他的声音更加低沉，几乎像是一种威胁。
女孩站在他身边，依然一言不发，只是死死地盯着凯文，眼中的黑暗似乎有一种吞噬一切的力量。凯文感到自己的四肢像被冻住了一样，无法移动。他脑中一片空白，甚至无法呼吸。就在这时，车灯突然熄灭，车内陷入一片漆黑。凯文几乎崩溃，他不停地按下启动键，试图让车子重新启动。几秒钟后，车灯奇迹般地亮了起来，收音机的声音也恢复正常。他抬起头，却发现那2个孩子已经消失了，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凯文不敢多停留，立刻将车子驶回了家。他到家后仍然心有余悸，整晚辗转难眠。他告诉自己，可能是过度疲惫让他产生了幻觉，可他的直觉告诉他，那绝不是幻觉。几天后，他开始出现莫名的身体不适、头痛、噩梦，不明原因的寒战接踵而至。他去医院检查，却找不到任何问题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的家中开始出现一些异常现象。晚上，他能听到窗外有低语声，像是小孩子在说话，但每次打开窗户时，外面却什么都没有。一次，他清楚地看到窗玻璃上有2个小小的手印，像是孩童留下的，但他住在郊区，四周根本没有邻居家的孩子会跑到他这里。凯文开始寻求帮助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当地的灵异爱好者，对方的反应让他毛骨悚然。那人说，这正是黑眼孩童的特征。这些存在并不是普通的孩子，他们的出现通常预示着灾难，甚至死亡。更糟糕的是，与他们的接触越多，带来的影响就越深。从那以后，凯文搬离了那片郊区，但那次经历成为他一生的阴影。他再也不敢在夜晚单独驾车，更不敢打开家门或车窗，特别是在听到陌生的敲门声时。至今，黑眼孩童的故事依然像都市传说一样流传着，无法证实他们的真实性，但那些见过他们的人却无一例外地声称，这不是幻觉，也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彻底改变人生的诡异遭遇。马里兰州普林斯乔治县的森林里流传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——洋人 Goatman。多年来，这个名字让当地人谈之色变，尤其是在深夜经过弗莱彻敦路时，总有人声称看到过某种异常的东西。一个半人半羊的怪物，手持一把巨大的斧头，出没于黑暗中，伴随着疯狂的尖叫声。据说，洋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。一些当地人相信，这是一场科学实验的结果。当时，附近的一个研究所据说在进行基因改造实验，试图将人类基因与动物结合，用于某些军事用途。然而，实验失控，其中一名研究员成了受害者。他的身体与山羊基因融合，成为了如今这个半人半羊的怪物。他逃离了研究所，隐居在周围的森林里，对任何胆敢靠近他地盘的人进行攻击。这个传说虽然听起来像是胡编乱造，但当地许多居民都声称自己见过洋人，甚至亲身经历了他的恐怖。一个名叫艾伦的男子就有这样一个遭遇。他是一名热衷冒险的摄影师，喜欢寻找那些传说中的灵异地点拍摄。洋人的传闻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于是在某个深秋的夜晚，他决定带上相机，独自驾车前往那片森林，想一探究竟。当天夜里，天空无星无月，整片森林被黑暗吞噬。艾伦开车行驶在弗莱彻敦路上，路旁的树木高大而阴森，枝叶像扭曲的怪手遮住了车灯的光线。车内只有收音机微弱的音乐声陪伴他，让这片死寂的环境稍微显得不那么压抑。行驶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车的油箱已经快要见底。他停在路边，从后备箱里拿出备用油壶，准备加油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声异常刺耳的尖叫声。那声音不像人类发出的，也不像任何他熟悉的动物，尖锐、歇斯底里，仿佛充满了痛苦和愤怒。艾伦的心跳加速，
他本能地环顾四周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森林深处黑漆漆一片，树影随风摇曳，像是一个个潜伏的幽灵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告诉自己那可能只是某种动物的叫声，继续加油。但就在他刚把油盖锁上的时候，远处的树林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。那影子高大而怪异，像是一个人，但头部有一对巨大的角，仿佛是山羊的头。艾伦愣住了，他试图用相机拍下这一幕，可就在他按下快门的一瞬间，那个影子动了。他快速地朝他冲来，伴随着比刚才更刺耳的尖叫声。艾伦丢下相机，拼命跑回车内，慌乱中启动引擎。他的手因恐惧而颤抖，花了几秒才终于把车开动。在后视镜里，他看到那个怪物追在车后，速度快得惊人。他手里似乎握着一把闪着寒光的斧头，眼中透着疯狂的光芒。艾伦踩下油门，车子发出尖锐的轰鸣声，在狭窄的道路上急速行驶。他不敢回头再看，但耳边的尖叫声仿佛就在他身旁。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逃离这里。终于，当他驶出森林时，尖叫声戛然而止，四周重新变得安静。艾伦停下车，喘着粗气，回头望向那片黑暗的树林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那个怪物像是消失在空气中，留下一片诡异的寂静。艾伦后来把他的经历告诉了当地的居民，许多人都点头表示他遇到的正是洋人。有人告诉他，洋人通常只会在夜晚出现，特别是在那些孤独的旅人或年轻情侣驻足时。他的出现意味着警告，任何靠近他领地的人都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。艾伦的相机后来被找回来，但记忆卡里的照片却什么也没有，只是一片漆黑，好像那晚的经历从未发生过。然而，他说那声尖叫，那个巨大的影子，还有那对山羊般的眼睛，永远刻在了他的记忆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独自探险，也不敢靠近那片森林。洋人的传说至今仍然在当地流传，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虚构的故事，用来吓唬那些不听劝告的外来者。但那些声称见过洋人的人，他们的惊恐神情和无法抹去的记忆，却让这个传说更加真实，更加令人不寒而栗。或许在那片森林的深处，洋人真的还在等待着下一个闯入者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